中国的高考结束了，而考生家长的情绪也彻底爆发了。他们在网络上大骂着出题的老师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变态的人。我想呢，发泄情绪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毕业以后吃饭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是美西时间的6月11号。这个中国高考紧张的结束了。我想有5个方面大家必须得关注，尤其是说你孩子参加了高考，考得不行也别太在意。首先呢，我们说第一个数据，就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比去年少了将近50万。具体数字呢是2025年是1335万，今年就只有1290万了。那这50万人去哪儿了呢？不参加高考了。那就是第一个问题，高考的神话它已经破灭了。以前嘛，高考可能会成为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岔路口，但是现在普通人发现，你即使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，也可能会面临失业送外卖的命运。那我还干嘛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高考干脆直接送外卖得了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人们也看清楚了，高考可能仅仅是中共的权贵为普通老百姓准备的一条拥挤的赛道，而他们的孩子不参加这赛道，那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呢？有2个，顶层的就直接是欧美留学了。当然了，现在有一些土政策说你的孩子必须回来，要不然就算裸关了。那可以那这些的孩子就只集中去香港和澳门的大学了，至少也是中共的管控范围之内。至于说那特区现在也不算特区了，也已经内地化了。所以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基本上成为权贵的留学目的地，因为这些人接受的知识也不差，更重要的是双语的环境，它不是单纯的洗脑。除了这些顶层有门路的权贵之外，另外一部分他不参加高考也能上好的大学，那就是各个好大学的校长手里都有一些灵活的自主招生的指标，或者有一些灵活的安排。像原来的4+4我们去年节目就已经讲过了。但是如果你没门路，就是普通家孩子，你还只能走高考。好，那我们说第二个，现在的高考出题的难度简直就是变态级的。因为有人拿现在的高考题目现场测试了一下，你就让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做那英语的考题，他也只能考到80多分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那些题呢，它不是真正的英语世界所要考的内容，那东西纯粹是技术上的。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其实是没啥必要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关于他变态的数学考题，有很多监考老师说，我们这个教室里边30个学生，有20多个人最重要的那个题根本就答不上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需要大量的草稿的测算，而这个时候是特别吃时间的，就导致很多人题根本就没有做完，包括平时的一些尖子生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太深太难了，没有必要的。甚至还有一些变态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道历史题当然不是今年的，有人做过一个例子，说这个8·1南昌起义的前3枪是谁打的，别人猜不出来你就没分数实际上据说是这个贺龙打的，他是8·1南昌起义总指挥嘛啪啪啪那3枪都是他打的，问你第3枪谁打的，别人谁能记住这种事儿呢？你用这种细节有什么意义吗？但是考分他一刷可能就1分下来了。第三个呢，我还必须说一下这个他的知识实际上非常陈旧，有些的考试大纲是10年前的，甚至是20年前的。你这孩子4年寒窗学出来的东西不能变钱化。我们说句实话，说孩子毕业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
跟你现在考的分数没有必然联系，而是说4年后他的知识能不能有人愿意花钱买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举一个刚刚官方公布的数据哈，中国现在灵活就业的人数达到了3.2亿，占中国就业总人口7.25亿的44%，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呢叫灵活就业。这个灵活就业啊，这只是好听的说法，而真正的他们是失业人群，就是没工作。至于说那个灵活就业啊，你可以用一句简单的来理解，就是朝不保夕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啊，几乎是手停口停。你今天没有收入，你今天晚上那饭钱在哪儿都不清楚。有很多家庭啊，比如说垫底儿有个10万块钱，他不慌，而有的家庭啊，他垫底儿连1万块钱都没有了，那你说能不慌吗？下个月房贷怎么还呢？所以说所谓的铁人三项，送外卖的啊，就是这个滴滴的，那实际上是对自己健康的巨大的透支。你说挣了这个房贷算还上了，个人啊也落了一身病。那更重要的一点，这些知识啊，你4年后不能换钱花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是人们正好也在经历这个 AI 革命，这个咱一会儿再说啊。第5个方面呢，我就讲，如果说你孩子考得不太好，这数学题没有答完，也不必太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光中国，美国孩子也一样，都在面临 AI 革命，现在也是基点的前夜吧啊。现在的问题是啊，如果说你是做白领的，那个工作大概率会被 AI 替代。因为去年啊，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测算，他说如果你的工作是简单重复的，像数据录入啊、什么分析啊，是可以用 AI 完全替代的。现在蓝领反而不是第一批失业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 AI 大数据呢，它可以帮你写作文，帮你回邮件，也能帮你做数据的整理、录入、分析、纠错。这些恰恰抢的是一些传统白领的饭碗，他们会首先失业。而现在蓝领啊，没关系，因为 AI 还不能够移动物理世界的东西，它不能帮你修空调，不能帮你修水管。而现在呢，机器人还不做到的时候，这些人的生意不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孩子不能改变所谓的教学大纲，你就给自己长一些能够换钱花的本事。4年后，那比方说你会颠勺，会理发，你会这个电工，你会修空调，你有一门手艺，你能够移动物理的问题，那你就仍然能保持有饭吃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 AI 革命影响的不是你一家，那美国人总统的都会影响。所以说啊，既然天塌下来，大家一起顶着，你也别太难为孩子，到老老实实的呢学一门技术。当然了，随着具身机器人技术的更新啊，20年后呢，这蓝领的工作可能也会被大量的替代。但你用这20年的时间，你还不能学会新的本事吗？因为 AI 起来以后啊，也会创造一些新的技能，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生产、制造、维护、销售，不都得需要人去干吗？那你用这10年、20年时间，让孩子学一门新的，能够在 AI 时代和具身机器人发达的时代赚钱的本事，足够了。这就是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分享。关键是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明儿见。